真理常常與大多數人的認知背道而馳。天道倡導我們順應自然，遵循事物發展的固有規律，然而人道卻驅使我們爭強好勝，不斷在競爭中謀求優勢。有趣的是，開悟覺醒的本質實則是讓自己回歸普通，可普通人最難以釋懷的恰恰就是自身的平凡。正所謂大道至簡，正言若反，真理往往具有顛覆性，這讓習慣常規思維的普通人如何輕易接受呢？回溯人類早期，人們大多順應天道，遵循自然法則生活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人道逐漸興起。所謂人道，其中不乏王道與強道邏輯，而人痛苦的根源正是來自於這種人道文化。在人道文化的語境裡，奉行弱肉強食、兩極分化的準則，將世界塑造為二元對立的片面認知。在這種觀念下，不爭被視為懦弱，居於下位就是無能，謙讓被當作缺乏競爭力，於是不爭成了異類，而強盛則成了唯一的出路。然而，開悟的真諦恰恰在於不爭，只是很多人誤解了不爭的含義，將其等同於放棄、擺爛，把自己求而不得後的消極放棄誤以為是開悟，實在是可笑至極。為何大家會把不爭與擺爛劃等號呢？這是因為我們自幼接受的便是二元對立的人道文化教育，但在天道的理念中，不爭絕非消極的退讓與放棄。就像茉莉花從不與牡丹花爭艷，柳樹不與樟樹比高低，水也不與石頭爭強硬。難道能說水是在放棄或擺爛嗎？人道文化從我們小時候起就教導我們要爭，考試要爭名次，要超越他人，擊敗對手，宣揚落後就要挨打，不爭就是無能。因此強者備受追捧，甚至我們的主流文化也在強化這種邏輯，認為不執着於出人頭地，與世無爭就是沒有上進心。這種人道的弱肉強食、兩極分化觀念，默認事業有成、手握權力、財富豐厚才算贏，否則就會被貼上失敗的標籤。可大多數人終究難以獲得權力與財富，這便成了痛苦的根源。那麼，開悟難道就是要我們不去追求強大與勝利嗎？並非如此。我們當然要強要勝，但不是人道文化所定義的那種強與勝，而是符合天道文化的強與勝。人人都知曉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可又有幾人會真正深入思考，天道中的強與勝究竟意味着什麼呢？天道中的強並非外在的彰顯，而是一種內在的本質屬性，體現為柔弱性、持續性與適應性，這才是真正的強大。同樣，天道中的勝也並非人道文化裡兩極分化、弱肉強食的勝利，而是順勢而為、不爭而勝的境界。大多數普通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是，世界上有極少數人，即便一生順遂，也能開悟，而多數普通人往往要經歷人生低谷，撞得頭破血流，才會開始反思，意識到原來世界並非自己所理解的那般簡單。這便是所謂的心不死，道不生。那麼，真正開悟的人是什麼樣的呢？老子早已點明，上善若水，這句話人人耳熟能詳，然而又有幾人能夠真正踐行呢？真正做到的人究竟有多厲害呢？
他們擁有3顆與人道相悖的心，這是普通人難以接受的。其一是處下之心，也就是放空與放下。放空自己就如同一個杯子，若裝得太滿，便無法容納新的事物。禪宗所講的空杯心態，便是要倒掉舊水，不自我設限，不困於過去，不受他人言論左右。倘若你的內心裝滿了過去的經驗與自身的成見，就無法接納新的認知。如此，你的命運便會陷入固定、僵化與停滯。放下，則是放下執念。要明白世界充滿無常，人的能力有限，要允許當下一切事情的發生，坦然接受事與願違。其二是包容之心。包容並非縱容，縱容是毫無原則與底線的所謂善良，實則是懦弱的表現。包容意味着和而不同。具體來說，要包容差異、怨氣與不足。包容差異即優秀之人看誰都順眼，並非他們沒有原則，而是深知世間並無絕對的對錯，只是每個人立場不同罷了。若用同一套標準衡量萬事萬物，只會徒增痛苦。包容怨氣是能夠駕馭情緒，並非沒有脾氣。有本事的人能夠察覺並掌控自己的情緒，不被情緒所困。包容不足，就是放過別人，也放過自己。以夫妻關係為例，最好的夫妻關係，不是相處不愉快時就質疑自己是否選錯，而是包容配偶的不足，因為對方的許多缺點是由過去幾十年的生長環境與經歷塑造而成。不要妄圖改變對方，要明白对方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期待行事。其三是不爭之心，即不局限於人道文化的定義。普通人窮盡一生都在炫耀自己，秀地位、秀財富、秀優越感，仿佛沒了觀眾，自身就失去了價值。而開悟之人都在修煉自己，思考我為何要去爭，為何要去秀。不爭並非放棄，而是無需去爭，誰愛爭就讓誰去爭。他們依照自己內心的需求前行，而非被外界的定義所左右。例如多年前，許多人覺得用 iPhone 手機就有面子，代表混得好，以至於不少年輕人甚至賣腎都要擁有一部 iPhone。這難道不是盲目跟風，被外界聲音裹挾的爭嗎？正所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不盲目跟從外在評價，一個人越容易受外界評價影響，越說明其缺乏主見，易被他人左右。別人誇讚就飄飄然，別人辱罵就怒火中燒。本質上是將自身價值的定位權拱手讓給他人。普通人之所以難以開悟，並非開悟本身艱難，而是過於執着於人道理論的定義，過度追求人道文化中的所謂成功，太想擁有更多，以至於無法審視覺察自己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如果您渴望探尋開悟的真諦，如果您期望從國學經典中汲取智慧，建議去我的櫥窗仔細研讀這部國學經典《道德經》。《道德經》作為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作，短短5000言，卻蘊含着無盡的人生哲理與智慧。它能引領我們突破常規認知的局限，理解天道與人道的本質，幫助我們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找到內心的寧靜與方向，開啟屬於自己的開悟之旅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